30块，你替你堂姐嫁到宋家，你妈的要钱我出。嫁谁？宋家的，宋长安。镇上人说他是个瘸子。瘸子怎么了？你是丧门星命，有人要就不错了。30块彩礼，你妈半年的要钱。妈，我嫁。别哭，你值30块呢。哟，这不是老刘家的丫头，怎么是牛车送？听说是替他堂姐嫁的，30块钱，30块，也就值头牛钱。30块买个人，还想要什么排场？进去吧。你自己先。你不该来。天都亮了才起来，我宋家娶的是媳妇儿，不是少奶奶。天不亮起床挑水做饭喂鸡扫院子劈柴，一件做不到就别吃饭。她嫁进来是干活的，不是享福的。看看瘸子配赔钱货，天生一对儿，可不是嘛？一个走不了路，一个值30块，绝配！出去。昨晚的伤该换药了。不需要你可怜。这封信是婚前就开始写的。你在他屋里做什么？碗打翻了，我来收拾。他那个破奖章能当饭吃？别！你心疼呢？哼！那是我唯一值钱的东西，但不是给你看的。在宋家还过得去，认命吧，
妈这辈子就是这样。妈，我没事儿。拿着。妈，你也会这个？妈当年不提了，你拿着，别让你大伯看见。秀兰是30块买来的，该回刘家干活还债。你宋家出了30块彩礼，我出了30块药钱，两清。大伯说的在理，嫁过来是宋家的人，欠的债也是宋家的债，去还。走。粪还没挑，赶紧的，天黑前把猪圈清了。哟，秀兰，你还真在这儿挑粪呢？给你吃。算了，你这双手碰过粪的，脏了我的馒头。你就是我不要的鞋，他宋长安也不过是我挑剩下的，你俩凑合过吧。哟，宋家的小子来了，坐。债还清了，人我带走。那30块钱，你攒了多久？你拿什么还大伯？上次还了30，这次他开口就……别算了，我不是怕还钱，我是怕你为了还钱，怕什么？怕你再上那条腿。30块钱，就这么扔了？你挣几个钱？你拿去给姓刘的，你拿什么养这个家？你爹走的时候留了什么？一屁股债。这个家是我撑起来的，你倒好，挣的钱往外扔。她是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儿？你拿什么养媳妇儿？你连自己都养不活。不是你家买的牲口。你跟我这么说话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妈，饭凉了。你白天修了一天的墙，晚上还劈柴？不劈，明天烧什么？那也不能。你今天在大伯家，他们让你挑粪。挑了。秀荣呢？他欺负你了？他说我不要的鞋，他是我挑剩下的。以后不会再有了。泡完手再睡，伤口碰水会发炎。宋长安，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。
这些2毛5。老板娘那个领口是怎么剪的？我看她拐弯那一下特别利索。你要学裁剪，别在周老板娘眼皮底下偷看，她最恨人学的。我没偷看，我就看看。看看，你那眼珠子都快贴到玻璃上了。妈的绣样是5针一组，我这是4针，周金凤铺子里是3针。妈的针法确实更细，领口色道往里收2分，袖口放宽半分，对，这样穿起来肩线更顺。妈，别动那个！还学着标注呢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裁缝铺的师傅？这是我母亲的，还给我！你母亲的？你母亲是什么人？我还不知道。一个病秧子，绣花能绣出饭来？别！不安分的东西！女人就该干活生娃，学什么裁缝？你以为学了几针就能翻身了？那是我缝了3个晚上。3个晚上？3个晚上你该去喂鸡、劈槽、挑水，这屋里的事儿哪样干完了？你要是还有力气学这个，说明家里的活还不够多。明天开始，灶房的水你一个人挑。这块红的还能拼，蓝色的不行了，剪太碎。妈的针法标注，这个平针套袖被撕断了一半，看不全了。记住的还在脑子里，撕了纸，撕不了我记的东西。纸缝不住，得想别的法子。差了半针，这半针是套袖的过渡针。妈的，绣样里只有这一处用了这个针法，撕断了就看不全了。唉。他凭记忆画出来的，这3张我都没让他看过。他观察力这么强，难怪写信只写了一半就停了。他什么都看在眼里，就是说不出来。2块3毛5，他哪来的钱？你自己的手都磨出血泡了，还给我买笔。水放这儿了，你泡泡手。不用。血泡不泡会发炎，上次你的腿。图纸收到了，3张补的都对。以后别用你的修路钱买笔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会有办法的。哪儿来的钱？这个月的账对不上，少了2块3毛5，谁花的？宋长安，你拿家里的钱给他买笔了？我自己挣的钱。你挣的钱是这个家的，你一个人挣几个？你知不知道上个月煤花了多少，买粮花了多少？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拿去给他买那些没用的东西，一盒笔2块3毛5，够买10斤棒子面。那盒笔是他需要的。需要？他需要的是学会怎么在这个家里当好媳妇儿，不是学什么裁缝。你妈当年就是……我妈当年怎么了？从今天起，
家里的钱我管，你俩谁也别想再往外掏。你俩争气点，多下几个。这块红的够做领口，蓝的太少了，还差一块做袖子，明天再换2个蛋。鸡窝里的蛋少了4个，你拿了？喂鸡了，我数过，今早6只，现在2只，少的是4个，你拿去哪儿了？鸡吃的多，下了蛋要……你当我傻？鸡吃鸡蛋，你拿去换东西了，对不对？还在弄这些，我说的话你一句都没听进去。还给我！还给你，让你继续浪费鸡蛋，浪费时间。你以为你学了几针就能出师了？你以为你跟你妈不一样？我妈怎么了？你妈当年也是这副德行，偷偷摸摸弄那些花样，最后呢，被人冤枉偷东西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你要学她？我妈的事不用你管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？你嫁进这个家就得守这个家的规矩。那些布烧了干净，省得你整天惦记这些没用的东西。您烧得了布，烧不了我脑子里的花样。您烧了我的布，我的针法还在；您烧了我的纸，我的图还在脑子里。您把我的手剁了，我还能用嘴说，用脚画。您拦不住我，谁也拦不住。秀兰啊，我听说你最近在弄什么裁剪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妈当年也是十里八乡的巧手，绣的花拿到县城能卖5块钱一幅，5块钱。那时候一个壮劳力1个月才挣多少？我妈，她会绣花？可不是嘛！你妈何秀芝嫁给你爸之前，那手艺方圆10里没人比得上，听说还被推荐去省城参展呢。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不做了，嫁了你爸就再没拿起过针。不做了？为什么？谁知道呢？你爸那人你也知道，犟驴一个。大概是嫌女人抛头露面丢人吧。后来不是被镇上那个裁缝铺的老板娘……嗨，说这些干嘛？被谁？你说清楚。婶子，我妈的事儿你知道什么？我也是听人说的。当年镇上那个裁缝铺的周金凤，她现在那些花样……行了行了，都是陈年旧事了，提她干嘛？什么陈年旧事？我妈被人冤枉了是不是？你这是要走你妈的老路啊！老路怎么了？我妈的老路哪里走错了？妈，我今天在井边听人说了，说你以前会绣花，是十里八乡的巧手。妈，他们还说镇上裁缝铺的周金凤，她现在的花样是从您这儿拿的。妈当年做的绣品，拿到县城能卖5块钱一幅。5块钱，那比一个壮劳力1个月挣的都多。是啊，那时候有人推荐妈去省城参展，但你爸不让，他说女人抛头露面丢人，后来就不做了，手也生了。那周金凤呢？她跟您什么关系？金凤她以前是妈的帮工，妈参展的花样她都经手过。后来妈不做了，她去镇上开了裁缝铺，用的那些花样有一半是妈画的。她拿走了妈的底稿，去镇上出了名，村里人都以为那些花样是她的。您没找她说理？你爸不让，他说丢人，他说嫁了人的女人不该跟外头人争这些。那您后悔吗？这里头还有几样是妈一直没给你的，是妈最早画的花样，比给你的那些更好。你拿着，你比妈强。妈当年怕了，所以没走完，你别怕。你这是要走你妈的老路啊？不，她要走的不是老路，老路是认命，
他要走的是母亲没走完的那条路，是周金凤用偷来的花样走了10年的那条路，只不过他要堂堂正正的走。又在画？我在想一件嫁衣的裁法，领口用妈的套袖针法，袖口用卷边锁，腰身收2寸。给谁做的？还没人要，但我想先试一件出来，有了成品，别人才能看见我的手艺。布呢？布，我攒了些碎布头，勉强能拼一件小的，但真正的嫁衣得用整匹的好布，我现在买不起。秀兰姐，我是东沟的翠翠，你还记得我不？翠翠，去年赶集的时候，你妈带你来过，你在我旁边站了好久看那个绣花片子，你还记得？秀兰姐，我下个月要出嫁了，可是我买不起镇上裁缝铺的嫁衣，最便宜的要8块钱，我家凑不出来。这是我姑给的布，就这一块，我想你能不能帮我？我知道你也难，我不白让你做。翠翠，你把布放下，我帮你做。真的，不收钱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出嫁那天，你穿着我做的嫁衣，在集市上走一圈。在集市走一圈？为啥？我需要人看见。你的嫁衣就是我的招牌，穿出去，走在人前头，让10里8村的人都看见。这件衣裳不是镇上裁缝铺做的，是柳河村的秀兰做的。秀兰姐，我穿，我走一整天都行。你对我好，我不能白拿。这不叫白拿，你穿上它走在集市上就是帮我了，咱们谁也别客气。妈的卷边锁比书上画的好看，我得做对，这第一件不能错。老天爷都帮我，红布配血，看不出来。成了。3天没睡？睡了，坐着睡的。这花儿你绣的？我妈的花样我照着做的，她以前绣的比我好，比镇上裁缝铺的好。长安哥，你别夸我，等翠翠穿出去，别人认了才算好。先喝水，别人认不认，我认。你看那个嫁衣，那领口的花，镇上裁缝铺做不出来，这是谁做的？翠翠家哪有这个钱？秀兰姐做的，柳河村的秀兰不收我1分钱。这个绣法不可能，何秀芝她教出来的。你就是秀兰，翠翠那件嫁衣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你多大了？谁教你的手艺？19，我妈教了我花样，针法是自己练的。那件嫁衣，领口的花真好看，我闺女明年也要出嫁，你能不能帮她做一件？心跳猛地快了1拍。能。你要什么样式？就翠翠那种就行。多少钱？5毛。5毛？你确定？确定。布你自个儿出，我负责裁和绣，做不好不收钱。那我也订一件，不是嫁衣，就是日常穿的衫子，行不？行，衫子3毛。5毛，一件嫁衣5毛。这要多少钱？你别管多少钱，您喝就行了。你挣钱了？5毛。我帮人做了一件嫁衣，5毛。妈当年绣一幅花卖5块，我知道。王婶在井边跟我说了。
你比妈强，妈当年有人买都不敢卖，你敢做敢收钱。妈，不是我比您强，是您把路给我铺好了，我只是接着走。秀兰，药盒里我塞了2张花样，你回去看，是妈最早画的春闺图全套，比给你的那些更全，你做嫁衣够用了。妈，您歇着，下回我带好药来。母亲年轻时一定花了很多心血画这些。3毛，购买1尺蓝布，做一件衫子够了。5毛做嫁衣，3毛藏枕头，这丫头比我想的能耐。钱不多，但口子开了就收不住。得找刘德广说说，他挣的钱该归谁管？秀兰啊，听说你出息了，做衣裳挣钱了。大伯，来，过来坐，大伯跟你谈谈。秀兰，大伯不是来跟你要钱的，但是有些账咱得算清楚。你妈的药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是谁出的？是您垫的。垫？我那是白出的。你算算，药钱加上逢年过节我给你妈送的那点米面，加起来少说也有30-40块了。你一个嫁出去的闺女，你妈的开销按理说该你大伯管，不应该。但大伯心善，一直管着。我算了一笔账，你妈的药钱加上当年你嫁过来我出的那些，总共是67.5块。你做衣裳挣的钱该拿来抵这个债，这不过分吧？我一共挣了8毛，买药花了5毛，剩3毛在枕头里，让您翻走了。那个不算，以后你挣的都该拿来抵债。大伯，我妈的药钱我会还，但做衣裳的钱是我自己的手艺挣的，不是你。秀兰，你妈下个月的药还要不要？您拿我妈的命来要挟我？不是要挟，是讲道理。你妈是刘家的人，刘家的事儿刘家管，你挣的钱该归刘家，天经地义。大伯，别！你上次还了30块，这次他开口就是67，你拿什么还？这是我所有的钱，您拿走。剩下的慢慢还，不急。大伯有的是耐心。对了，下个月你妈的药，大伯先替你记着账。你要是不还，药就断了。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没硬出头。我不出头，谁出头？你出了头也没用，他不是要钱，他是要把我绑在刘家。只要我欠着债，我就永远是刘家的人，做衣裳挣的钱永远是他的。你今天替我还了67，明天他就能涨到100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不能靠你还债，越还越还不清。我来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信不信我？信。20里路，你的腿。别看了，瘸子走了。我早上起来就没看见他，拐也不在，8成是跑了。他去县城了。县城？他一个瘸子去县城干什么？他走得过去吗？20里路，他那条他能走。秀兰，在这儿等谁呢？等人。
你回来了。嗯，你的腿没事儿。没事儿？你走20里路去县城，腿肿成这样，你说没事儿？走回来的，说明还走得动。给你。你去县城就是去预支工钱的？嗯。你走了一整天，腿肿成这样，就为了给我买布的钱？宋长安，你看着我。你上次还了30块的债，这次又预支了12块。你的腿、你的手、你的命，你就不心疼自己？你心疼我，那就别再让大伯拿走你的钱，我来想办法。明天你去买布，买好的，别再攒鸡蛋了。水哥门口了，泡脚。这可是3匹整布，给俺爹做衫子。就用这藏青的，好布就是不一样，针扎进去像扎进棉花里，走线顺畅。早知道好布做出来的活差这么多，就不该省那几毛钱。姐姐，你是秀兰姐吧？你是？我叫小翠，东沟那边的。我听人说你做衣裳做得好，我想跟你学手艺。你看，这是我自己缝的。你要学手艺？镇上不是有裁缝铺吗？金剪刀我去了，周老板嫌我手笨，不要我。我寻思你这儿兴许能收我。你住哪儿？我住镇上我姑家，离这儿不远，走半个钟头就到。手艺活不是1天2天能学会的。你要是真想学，先从最基础的缝边开始，1天1毛钱。管中午一顿饭。行，姐姐你说什么我都行。姐姐，你这布在哪儿买的？这花样真好看，是你自己画的吗？不是，这是从城里带回来的。他不是来学手艺的，他是来看我的花样的。金剪刀的学徒，周金凤的人。他妈就是何秀芝。周老板，您认识他妈？2件嫁衣，3件衫子，2件棉袄，他新买了好几匹布呢，藏青的、红底白花的，都是好布。好布？一个30块钱买来的丫头，哪来的钱买好布？我听他说是他男人给的钱，他男人去县城打工了。他男人？那个瘸子宋长安？这个绣法比我们铺子里老陈做的还强。比老陈还强？老陈可是您花了3年培养出来的。别废话，你明天继续去，记住，不光看花样，看他怎么做，每一针每一线你都得给我记清楚。记清楚了有赏吗？别让他看出来，他要是赶你走，你就没用了。没用的人，1分钱都不值。何秀芝，你以为你女儿能走完你没走完的路？这条路，当年我踩着你走过来了，现在你女儿也想走，那就看看她到底像不像你一样，走一半就怕了。看，秀兰姐做的衣裳，嫁衣、衫子、棉袄，比裁缝铺做的好，还便宜。这针脚确实细，跟镇上裁缝铺有得比比。才5毛一件嫁衣，金剪刀要8块。大家别急着买，这个裁缝的花样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个花样，你们见过没有？跟镇上金剪刀裁缝铺的一模一样。他是偷了金剪刀的花样。真的假的？
偷人家的花样。我在金剪刀学过图，这些花样我都认识，他就是偷的，大家别上当。你过来看，这些花样是我妈何秀芝画的，每一张都有年份标注：1981年、1982年、1983年。金剪刀裁缝铺是哪年开的？金剪刀好像是1982年底开的。1982年。我妈的绣样最早的画于1978年，谁先谁后，你们自己算。这花样比金剪刀早了4年，谁偷谁的？你说我偷花样，现在你看见了，花样有出处，时间比金切刀早4年。你要是还有疑问，可以去问周金凤老板，问他认不认得这些绣样。哎呀！你就是秀涵？我是。这个绣法是你妈教你的？我妈的花样，我的手有什么问题？没什么问题，手艺不错。但是金剪刀的花样登记表，这些花样的登记时间是1982年11月。你的绣样说是1978米画的，但你拿什么证明？你看这里，枝干第3节的分叉，我妈的原版是左出右收，你的登记表上是右出左收。同一棵梅树枝干不可能长反，谁仿谁一看便知。你挺厉害，敢在集市上摆摊儿，敢跟我对花样。你妈当年也敢，你妈当年就是我手里败下来的。你要走她的路，就别怪我走老路。妈，您当年到底遭遇了什么？妈，我今天在集市上见到周清凤了，她对我说了一句话，你妈当年就是我手里败下来的。妈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您跟我说过，周金凤以前是您的帮工，她拿走了您的底稿，去镇上出了名，但今天她说的是败下来的，不只是偷，她说是把您打败了。妈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10年前，妈的绣品在县里得过奖。我知道，王婶说过。不光得过奖，县文化馆的人推荐妈去省城参展，那是1973年的事儿，省里第2次恢复手工艺展。妈把最好的6幅绣品送了上去，有一幅《春闺图》被选为推荐作品。金凤那时候是妈的帮工，妈参展的绣品她都经手过，选样、装裱、打包，她全程跟着。妈信她，觉得她勤快，手脚利索，没防着。她偷了您的花样，不只是偷，她比我聪明。她偷了花样，又反咬一口。1973年秋天，省里展览的前1个月，妈接到通知，说有人举报妈的绣品是抄袭的。举报人附了花样底稿，上面的绣法跟妈的春闺图一模一样，但署名不是何秀芝，是周金凤。他拿您的花样署了自己的名，他把妈的底稿临摹了一份，改了署名，又比妈提前半个月送到了县文化馆登记。等妈的绣品送上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原作者了，妈反而成了抄袭者。那您没找他说理，没找文化馆的人解释？找了，妈找了文化馆的人，拿出自己的原稿，但金凤的底稿比妈的早登记了半个月，加上她的花样虽然是从妈这儿偷的，但临摹的够细，针法走向分毫不差。文化馆的人说2个人的花样一样，谁先登记就是谁的。可是您的绣品才是原版。原版，妈的绣品是手工的，她的底稿是写在纸上的，纸上有日期、有签名、有登记编号，妈的手工绣品上哪有这些？他们要的是证据，不是手艺。后来你爸也不让妈再争了，他说女人家跟人争这些丢人，嫁了人就别惦记外面的事儿。妈本来就没证据，加上她不支持，就放弃了。从那以后再没拿起过针。妈，我不会走您的老路。您当年输在没有证据，我不会；您当年输在没有靠山，我不会；您当年输在自己放弃了，妈，我不会放弃。你怎么不会？他有铺子，有关系，有10年积累的客户，你一个人。我不是一个人，我有您的花样，有您的手艺，有您没走完的路。妈，您当年缺的东西，我现在一样一样补上。哎，这里头是妈当年的原始手稿，每一张都有妈写的日期，每一张都按了妈的指纹。当年文化馆不认，但这是铁证，只要找到对的人，走对的路，这些纸就能还妈一个清白。秀兰，你听妈说，妈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，不是被人冤枉，是被人冤枉之后选择了认。妈怕了，我不怕了，我替您走完。你别怕。妈，我会把您的名字拿回来的。
长安哥，你看，每一张都有日期，每一个签名旁边都按了指纹。妈当年是当正式文件来做的，不是随手画的草稿。指纹是铁证，比签名更难伪造。但上次集市上，周金凤拿出来的登记表也有日期有签名，文化馆的人说谁先登记就是谁的。这次光有手稿可能还不够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不跟他在纸上争，我先把摊子立起来，让所有人看见，这些花样是活的，穿在人身上的，不是纸上登记的死东西。今天我正式摆摊，看，就是这个，我出嫁穿的，谁看了不说好看？真细，比金剪刀的还细。多少钱？嫁衣8毛，衫子5毛，棉袄1块2，布自个儿出，我负责裁和绣。8毛，金剪刀最便宜的嫁衣要8块。我卖的是手艺，不是铺面的租金。花样新，针灸细，价钱公道，你们穿了满意，帮我传个名就行。你歇一会儿。你忙你的。就是他，没有营业执照，在集市上摆摊做买卖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投机法。你是叫秀兰？有没有个体经营许可证？我有。证件齐全，没有问题。你什么时候办的证？该办的时候办的。你怎么知道会有人来查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要做大事，就得先把路铺好。宋秀兰，你给我上了你家的户口。你要做生意，总得有个正经身份。不是刘秀兰，不是何家的秀兰，是宋家的秀兰。他把我写进了自己的户口本，不是30块钱买来的货，是有名有姓有身份的人。长安哥，别愣着了，客户还等着呢。我提醒你，那张许可证最好查查真伪。他男人是个瘸子退伍兵，哪来的路子办个体执照？秀兰，我劝你想清楚，就算证是真的，你一个村里丫头在集市上摆摊做衣裳，能做几天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哪天证被人收了呢？周老板，您操的心真多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想。你自己的事儿，你妈当年也是这么说的，我自己的事儿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妈遇上了您，我不一样，我不会让您走老路。证件核实过了，没有问题，许可证是真的，公章是真的，登记信息齐全。秀兰同志，你的经营资格合法有效。账是真的，他哪来的门路？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。周老板，你举报的情况不属实，以后举报前最好核实清楚。秀兰，你记住，证件是真的，不代表路是真的。这块地上的规矩不是一张纸能改的。长安哥，那张许可证你什么时候去办的？上个月。上个月，那时候我还没正式摆摊，你怎么知道我会需要？不知道你会不会需要，但我知道你要做衣裳，迟早会用到。办这个证麻烦吗？要盖章，要审批，要跑2趟县里，不麻烦，但得有人带路。赵铁军？他在县里有认识的人，帮我走了流程。你不是说不想靠关系？给你办证不是靠关系，是走正路。我自己可以不靠任何人，但你不一样，你要做买卖，要跟人争，没有证就是黑户，谁都能踩你。我不让你走你妈的老路，她当年输在没有靠山，你不一样。所以你去找了赵铁军，你不想求人，但为了我……别说了，证办了，事儿就成了，别的以后再说。长安哥，许可证上写的是宋秀兰，你给我上了你家的户口。这是你第一次让我知道，我不是30块钱买来的。你要做生意，总得有个正经身份。宋秀兰，
从今天起，我有了名字。规矩改不了，那就踩出一条新路来。嫁衣好看，但不能天天穿。日常衣裳得好看，还得方便干活。领口太高，干活碍事，矮1寸；袖口太宽，沾灰，收半寸。腰饰不收的话，穿上像麻袋，收2寸。这件棉袄多少钱？1块2，不自个儿出。我能试试吗？是。这也太好看了吧！秀兰裁缝，柳河村的秀兰，在集市中段，花棉袄1块2。花棉袄1块2，7到10天出货，您量一下肩宽。喝水。长安哥，今天接了20多单了，花棉袄就订了12件，加上嫁衣和衫子，够我做2个月的。做得完吗？做不完就熬夜。妈说过了，求人不是丢人，丢人是明明有路不敢走。现在路来了，我不走谁走？哟，秀兰，听说你出息了，在集市上摆摊做买卖了？堂姐，花样不错，但布料太次了。你这种棉布，在我们县城送人都没人穿。我来订10件花棉袄，照你这个款式做，布料我要好的，县城供销社的那种。价钱嘛，跟你当年卖身一样，30块，10件30块，1件3块，怎么样？比你的价高多了吧？10件我接，但价钱是市场价。花棉袄1块2一件，10件12块，布你自个儿出。你要是不想订，门在那边。秀兰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做件破衣裳就算出息了？我告诉你，秀荣，别闹了，咱们先回去。他不是来买衣裳的。我知道，他是来告诉我他还没完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买不买无所谓，但我要小心。他跟周金凤不一样，周金凤是要掐我的生意，他是要踩我这个人。妈，人来了，坏的也来了，但路还在，我不退。